俺沈清妃，青云寨大当家，寨里断粮3日，兄弟们饿得嗷嗷叫。老爸爸，听说定安侯府今夜世子大婚，我本想借喜气顺点银子救急，谁知道脚下一滑，直接顺进了婚房。祖师爷保佑，摔跤都摔进金窝里了。真重！冲喜的新娘跑了，跑得好。她若不跑，我还不好意思替她富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女子爱财，先穿为敬。开场3秒必须抓人，男主要惨要帅要难搞，女主要强要疯要有梗。男主要惨要帅要难搞，这是男主还是售后期已过的名贵家电呀？你就是母亲找来的冲喜女。冲喜，我这人命硬，专宠穷。侯府世子竟生得这般清艳绝尘吗？我不需要冲喜，你走吧。来都来了，空手走，不合江湖规矩。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拿。原本想要金银，现在看见你，我觉得人财两得，更称我心。色胆包天！你这人怎么动手呢？我只想顺手牵个美人回去，我能有什么错？放肆！你敢碰我？一回生，二回熟，世子忍忍，很快就习惯了。我叫什么名字？夫君，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沈清妃。喜欢是不能着急的，得让他肯说话，肯生气，肯出门。这人都被推出门了，接下来就看这个侯夫人敢不敢认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儿媳妇。世子，您怎么出来了？完蛋！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程岩，你已经愿意从房间里出来了，好孩子，你果真是八字旺夫，命里带福，这喜成对了。冲喜之事荒唐至极，我不认这门婚事。程岩，你终于肯跟娘说话了。现在要说我是来顺喜钱的山大王，怕是当场就能被扎成筛子。这是定安侯府给世子妃的信物，你今日能让程岩出房门，便是我们侯府的福星。夫人，这镯子怪沉嘞。只要你能让程烨能重新振作起来，我司库里的金银饰品随你挑。夫人放心，我既嫁给了世子，便该尽妻子本分。夫君不想出门，我就请他出门，包让他振作。那叫请。非常时行非常之法，你不肯出来，我只好亲自动手。哼，你以为凭你就能管我？夫君，你忘了，我略通拳脚。管你，还不就动动手指的事儿？你，好啊！自从程烨战场负伤，双腿残疾后，他日日如行尸走肉，这是他第一次肯发怒，肯说这么多话。夫人，此女行事粗野，方才又踹门又推世子，实在不像正经女子。听见了？连周伯都说你不合规矩。规矩是给外人看的，我们是合法夫妻。下贱嘴利！明日起，只要程烨一天不将自己关在房间，我就给你100两银票。1天100两，1个月就是3000两，发财了！夫人，保证完成任务。1天100，一个月是3000。这侯府买的是陪护，青云寨买的是下个月的粮。如果女主她不答应，这人事就崩了呀。不好，世子又要把自己关起来了。夫君，哪里逃？不吃饭，不出门，不见人，还拿暗器伤人，这样的男人要是放在我们现代，先去找大夫，再去看心理医生，不能只靠对象霍霍。这一个想回屋，一个不想让自己的3000两给跑。下次侯府是啥？谁也不让，让开！不让。夫君，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清妃，既已入了侯府门，
新婚礼数总要全了。程爷不肯见人，百日里拜堂都是以公鸡做替。若你能陪他去前厅拜一杯高堂，我再赏你100两。夫人放心，礼不可废，我现在就推夫君过去。我不去。夫君，你说了不算，你的轮椅掌控在我手中。你走喽，拜堂去。哎呦，再加100两赏钱，我倒要看看你们俩谁先让。世子竟出了院子。程燕，娘没想到，竟真能喝上你程亲敬的茶。敬一下，100两，你抬手，我发财，夫人高兴，侯府安宁，四方皆喜。你做梦！好孩子。世子长大了，沈清妃。夫君叫我做什么？妾身在呢。侯爷，你看见了吗？程燕成家了，她娶了一个很厉害的夫人。这是赏你的。谢娘，娘真是人美心善，难怪能养出这么好看的夫君。闭嘴！好的，夫君。既敬了茶，便回房喝合卺酒吧。喝卺而饮，夫妻同心。我拒绝。夫人，这合卺酒喝完也有赏吗？有，喝完我再赏你100两。好耶！夫君，长夜漫漫，来喝一杯同心酒。拿开！别嫩小气嘛，你嘴一张，我得100两。与我何干？怎么无干？我现在可是你的冲喜新娘，妻子发财，夫君沾光。你想做什么？用在山里的法子，专治不张嘴。沈清妃，你别倒啊！100两还没捂热，你可不能出事啊！世子妃，你们这是？没事没事，世子害羞，喝了合卺酒太激动，一时没坐稳。你胡说！夫君，家丑不可外扬，你再说，我就说你主动投怀送抱。原来如此，老奴不打扰世子与世子妃了。如何？他们可喝了合卺酒？喝了，世子还同世子妃十分亲近。好啊！侯爷在天有灵，咱家早日添丁。最好尽快下堂，关公省得走了。糖可以快，但是真心不能假，他得先为钱留下，钱后面还有很多人命，这样他的人设才立得住。夫君，我错了。别叫我夫君。夫君，别生气嘛。你再叫一声试试。夫君高抬贵手，千万别把刚才的事告诉夫人，我不是故意的。哼，我为何要帮你？因为我穷啊，一大家人都指望着我，夫君菩萨心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哎，夫君，你耳朵红了。被你气的。给我的？你不是图钱吗？这些够你花一辈子，拿着，离开侯府，别再打扰我。夫君，恁出手可真大方。不许再叫我夫君。好好好，不叫了，我这就走，绝不耽误世子清静。这一匣子够青云寨撑一阵了，再找个活计做，还怕养不活一寨子老老少少吗？未来可期啊！沈大当家。清妃，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夫人，我来和你辞行。世子给了我一匣金叶子，让我离开侯府。世子给的太多了，我家里穷，很需要这笔钱。原来如此，你若真不愿留，我不会强逼你。冲喜本就是侯府亏欠你，
你拿些银钱回去也是应当。这个给你，姑娘家出门在外，总要有件像样的东西傍身。夫人，恁不怪俺贪财，人活着谁不需要银子？只是程燕自从战场受伤后，把自己关在暗室里，不说话，不见人，也不见情绪，像一潭死水。可你来了以后，她会怒，会说话，会骂人，连门都出了。今日是这几个月里她最像活人的一天。清妃，我感激你的出现，也祝你一路平安。一次买断不划算，金叶子花完就没了，留在侯府可以持续性好样吗？再说，夫人这人怪好的。夫人，我想留下。清妃，既然你愿意留下，侯府也该给你一个明白说法。只是我有些好奇，你怎么突然答应留下来了？世子给的那匣金叶子，我不能拿。为何？一次买断不划算。再说我也不是白拿钱的人，我付多少力拿多少银，一日100两，我觉得刚好。你先看看，再决定签不签。乙方沈清妃负责照看甲方萧承彦，陪其吃饭、吃药、按摩，不许其再回暗室。甲方每回暗示1次，扣乙方月银1笔。夫人，您这条写得好，打蛇打7寸，这个太大案7寸了。乙方不得欺负夫君。我一个小小冲喜姨娘，怎么敢欺负夫君呢？借我10个胆子也不敢呀。我知道你是好孩子，可程燕那脾气，你总有受不了的时候。等，真到那时候，我尽量不用拳头。尽量。一定。这是预支300两安家银，你家中既有人等着吃饭，就先拿去买粮。程燕已经很久没有正常进食了，迫不得已时，只能叫人灌参汤吊着。我不求别的，只求她肯吃饭，肯晒晒太阳。这事交给我，1个月后包还你一个会吃会骂、白净精神的好儿子。出府买1000斤粮食运回寨子，再买只烧鸡犒劳一下自己。但萧承燕那人一身反骨，我前脚找吃的，他后脚就能回暗室扣我月金。世子妃，您这是做什么？布阵？什么阵？天罗地网阵，专防反骨夫君。终于清静了。沈清妃，夫君想去哪儿啊？夫君，你这样还怪像被渔夫捞上来的美人鱼呢。沈清妃，在呢，别急，我笑够了就救你。现在救！好，美人鱼要翻肚了，马上来。你到底把我当什么？当我夫君啊，顺便当我饭票。沈清妃，放我下来！先吃饭。哼，我说不吃。沈清慧，尝到虎落平阳被犬欺是什么滋味了吧？萧承彦，喂，你别吓我呀！一口汤而已，你不能死啊！山下的村医怎么急救来着？拍胸口，掐人中，毒气。不行，再打下去，他肋骨要碎。得罪了，我这是救人，不是占便宜。占便宜也不能挑你快没气的时候。你醒了？那你刚才没反应，是不是故意占我便宜？沈清妃，是你轻薄我。夫君，做人要讲良心，我救了你。救人需要贴那么近？不贴近怎么肚脐？隔着3尺远吹风啊？那你为什么伸舌头？天哪，刚才都干了什么？为了把气渡到你肚子里啊！你带着钱离开侯府。不行，我是一个有契约精神的人。我现在是侯府正式雇来的冲喜新娘，你说休就休。
夫人给我的1日100两，谁赔？原来母亲又给了你钱，难怪你不走。对啊，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会把你照顾好的，你放心吧。你就是这么照顾我的？哦对，夫人命人给你炖了药膳，我去拿，等一下哦。裴章，世子，从今日起，应谨审经匪，尤其夜里，绝不能让他靠近我。属下誓死守护世子清白。夫君，我回来啦。夫君，夫人叮嘱了，要盯着你吃完。来，张嘴啊！不吃。行。啊，侯府厨房真不是盖的，这鸡烤的外焦里嫩，皮脆肉香，连骨头都酥的能在嘴里化掉。臭！那浑身上下就这张嘴最硬哩。拿远点。这可是鸡腿，世上最美味的食物，你真没品。有那么好吃？这样，你吃一口药膳，我给你一口烧鸡，如此至尊美味，你值得拥有。成交。吃吧，赏你的。快去禀夫人，世子吃了烧鸡，喝了药膳。是。你做什么？领赏啊，不然我白忙活。满脑子都是钱。错，现在还有你。以后怕苦就含着，谁怕苦？不怕就扔了。世子，药膳的药力会催动旧伤，今晚必须药浴活血。若疼得厉害，我便降辅医。不用，你在外头守着，万不可让沈清风进来。世子放心，属下寸步不离，绝对守护好您的清白。夫君，俺来陪你睡觉啦。世子妃请留步。你为什么拦我？世子妃，世子沐浴，不许靠近。你听见没？萧承彦出状况了，让开，我进去看看。不行，属下要誓死守护世子清白。都什么时候了才清白？人要是没了，清白能摆灵灰上供着吗？属下只听世子命令。夫人，你怎么来了？世子妃。萧承彦。如今春了，你是我彼岸，换了淡然心思。世子，属下有罪。你有罪个头，还不关门！妃，喊什么？我救你呢，你自己拉我下来的，别又说我轻薄你。哼！出去。我倒是想出去，你先松手啊。这是平安符，刻的我弟弟的名字，青云，青云直上，寓意多好。很饱满哦。清妃，误会，这绝对是误会，我不是故意摸的。出去。我倒是想出去，你刚才拉我下来的。做人要讲道理，不能一失身就翻脸。闭嘴！这第一次是救命，第二次是意外，第三次还说不舍。哎呀，这观众都替你们脸红。你的清白还在吗？裴章，你进来把他拉出去。属下不能进去，属下不能冒犯世子妃。夫君，过河拆桥也不带你这样的。我刚才救了你，而且被占了便宜的明明是我，怎么你反倒是一副被欺负狠了的良家妇女样？你腿疼？与你无关。都疼成这样了还嘴硬。你还会医术，没想到你这么多才多艺。对于他那种人来说，这已经不是暧昧，是城门开了一条缝。可这种场面要是让长辈他们看见，不一定解释得清啊。裴昭，承彦怎么了？里面出了何事？夫人，世子他
清白威严。听这个动静，这侯夫人马上就把救人理解成另外一种意思了。二位自求多福吧。什么？清妃、程燕，你们这是？母亲，不是你想的那样。夫人，我是在救人，绝不是占便宜。我懂，我都懂。夫妻之间不必解释的这样清楚。您不懂。他刚才差点摔出来，我一扶他一拽，我俩就都进去了。原来程燕还主动拽你。母亲，走走走，我们不要打扰他们。大哥，听说你昨夜旧伤发作，弟弟特来探望。哟，来就来呗，还送嫩大一件礼。大哥既然站不起来，总该用一把体面的轮椅，镶金的，配侯府世子身份，免得出去丢侯府脸面。探病归探病，送的这么晦气，也得给我夫君压惊银吧？什么银？你送轮椅不就是提醒他腿不好？这话多扎心啊！扎心不要钱，压惊总得给吧？山野粗鄙，满口银钱，倒也合适。一个残废世子，一个乡下悍妇，绝配。你刚才说谁残废？怎么？我说错了？大哥若还能站起来，这轮椅也用不上。沈清妃，你敢毁我的东西？这东西送的晦气，我替你拆了，免得脏我夫君眼睛。找死！还有这壮骨药酒是吧？既然二公子这么关心骨头，自己先补补。这轮椅太丑，配不上我夫君。这酒太冲，倒适合给你洗洗嘴。给我拿下他！你敢打我？有蚊子？你当我傻？有点。你又想做什么？收经费。你带这么多人来吓我夫君，不赔钱说不过去。你抢钱？不给也行。我出门就宣扬，二房公子欺负腿伤未愈的世子，还被我2巴掌打哭。谁哭了？那就给钱，买个体面。夫君，往后谁再敢拿你的腿说事，我就让谁也尝尝坐轮椅的滋味。松手。夫君耳朵红了，是不是感动？被你气的。大哥也别高兴太早，3月之期将至，祖母迟早要你交出世子印。什么印不印的，我不懂。我只知道萧承彦现在是我夫君，谁想抢他的东西，先问过我这双手。你等着，慢走，不送。下回上门记得带厚点的钱袋。世子妃虽野，可真护着世子。二房平日最会戳世子痛处，今日算踢到铁板了。给你。我不需要你可怜。这不是可怜，是分赃。分赃？今日我替你打架，你负责当由头，银子5分，很公道。你是不是见谁都这么护？你是我夫君，又是我长期饭票，我不护你护谁？下去。我凭本事抢到的床，为什么不睡？这是我的床，现在也是我的。夫君，夫妻本是同床鸟。你哪来的歪货？要不你睡这边，我不介意。谁要与你同睡？不睡算了，轮椅也挺快。沈清妃在呢，夫君喊一声算一句话，明早我找夫人领赏。谁敢欺负我的长期饭票？沈清妃，下去！陪睡可得另算银子。你深夜轻薄手无缚鸡之力的贪子夫君，该你给钱，要么给钱，要么现在叫母亲来评理。不准污蔑我！这回没亲你，不算轻薄吧？夫君早些睡，我睡软榻去。沈清妃，我渴了，我要喝水。把香换了，我还要蜜饯。你倒睡得安稳。裴正，世子，您吩咐，推我去暗室。可世子您进去一趟，世子妃就得扣钱。谁敢扣钱？
我要去暗室。别吵了，睡觉。再敢回暗室，我就继续堵你的嘴。沈清飞，喊也没用。夫君良宵苦短，空前事大，睡觉更大。我什么都没看见。夫君醒了，我给你备了个惊喜。沈清飞，就知道你不老实，早料到你还想钻回去，我索性把暗室改了。世子树下拦过，没拦住，改成了四面见光的阳光房。你不是喜欢清静吗？我给你留了清静，还附赠阳光，多划算。你简直无法无天。我这是从根上解决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母亲，他拆了我的屋子。拆得好，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好孩子，这100两拿去花。我不出门。什么？太慢了。好嘞，走你。世子妃，慢些。世子，老夫人有请。世子，老夫人有命，3月之期已到，请世子交出世子印。什么印？定情印，给我的。没规矩，侯府大事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冲喜新娘插嘴？名不正言不顺，你们当初还娶我过门。老夫人请的是世子，不是你。巧了，我是世子的心肝，他离不开我，我去哪儿，他去哪儿。他说的没错。世子若不肯交印，便请护院取来。夫君，离远点，别溅你一身灰。动我可以，动我夫君不行。反了，真是反了！世子妃这身手显得我好像有点多余。算了。什么算了？侯府不会要一个残废世子，确实该做个了结了。沈清妃，你怎么在侯府？哟，陆书生换了身皮嘞，欠俺的钱还记得不？志恒哥哥，你认识他？何止认识，当年我落难，他确实救我，只是没想到他如今竟攀上侯府，给一个残疾世子当冲喜新娘。陆志恒，几年不见，嘴比从前硬了不少，钱倒是一文没还。清妃，你从前虽粗野，却还算有几分义气。如今为了富贵，竟连身份都敢作假。身份作假？老夫人，她根本不是什么沈家村农女，她是青云寨大当家山匪头子沈清妃。祖母听见了吧？这样一个山匪也配做侯府世子妃？怪不得粗鄙无礼，原来是山匪！你敢打我？欠债还敢骂债主，我打你算轻的。沈清妃，你放肆！志恒哥哥是新科探花，你竟敢动手！你这个山匪，果然蛮横。少给我装清高！当年你被人劫了行呢，是我救你；你进京赶考没有盘出，是我借你银子。你还口口声声说来日高中便娶我，现在中了探花，攀上高枝了，还踩我一脚。陆之恒，你这书读得不错，脸皮也读厚了。你一个山野肥女，满口粗话，哪里配得上侯府？我的夫人，轮不到你们评头论足。沈清妃，我知道你从一开始留下就是为了钱，但只要你一天是我夫人，我就不允许别人肆意贬低你。母亲，你也听见了，一个山匪女为钱混入侯府，程爷被她迷惑，哪里还配掌世子印？程言，3月之期已到，把世子印交出来。来，夫君先吃点，跟人吵架容易上火，先降降温。你觉得现在适合吃东西？适合，跟垃圾说话费脑，空腹容易吃亏。回头咱们吃猪脑、羊脑、牛脑，补补。不必。那先吃瓜，甜的，败火。程燕，吃东西了。自从程燕战场受伤后，我几乎没见过她在人前正常进食。如今满堂逼迫之下，她竟接了清妃递来的西瓜，回头提醒我给世子妃赏银。喝水吗？菊花茶，败火，我备着呢。够了！今日不是看你们吃喝玩闹，把印交出来。
一个被山匪迷惑的残疾世子，若还握着世子印，侯府颜面何在？这印好看吗？好看，看着就很贵，像能卖很多钱。既然喜欢，就给夫人留着。你简直胡闹！世子印岂能交给一个山匪女子把玩？把印还来，那不是你的东西。沈清妃，二哥，我夫君送我的东西，谁抢谁就是贼。侯府这么大门第，怎么还当众出贼？你放肆！我放肆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夫君，你笑了。你看错了。够了，程颜，到底要任性到什么时候？世子印暂时不还，理由？我夫人喜欢。夫君，这理由虽然不讲理，但我喜欢。走。走，回去喽。二公子啊，别挡我夫君的道，轮椅无眼，撞了不赔。沈清薇，你等着！都退下吧，阿若留下。那个沈清妃不能再留在程砚身边。母亲，清妃虽性子野心，可她让程砚身上重新有了活人气息。她出身山寨，身份不清，今日又当众打人夺印，这样的女子留在程砚身边，迟早给她惹祸。我知道你心疼儿子，我也心疼，正因心疼，才不能让他被一个山寨女子牵着走。你去同他说，明日起不必再照顾程砚。母亲，去办。夫君，这东西真不能卖吗？不能。可惜了，长这么贵，竟不能换钱。你若敢卖，侯府能追你到天涯海角。那算了。世子妃，这里面有3000两遣散费，夫人派人传话，说从明日起，您不必再照顾世子了。夫君，我要被赶出侯府了。你不是最爱银子，3000两不少。是不少，侯府果然大方，赶人都赶得富贵。所以你只心疼没领完的月银？当然，谁舍不得你这个脾气又臭、腿还不方便的夫君？舍不得他？这东西太贵，带回山寨怕兄弟们融了换米，我可担不起侯府追杀。清妃，是我对不住你，老夫人已经发号，我护不住你。夫人别这么说，侯府规矩多，饭也没山寨香，我回去正好吃肉。你若缺什么，尽管派人来取。那我能不能缺月银？还你，太贵了，我怕拿着睡不着。你倒还得利落。山寨人走路都快，慢了抢不到饭。世子，我走了，好好照顾自己。萧晨砚，你倒是留他呀！你平时说话不是挺毒舌的吗？你怎么到了关键时刻，你的嘴巴被二房封了呀？唉，也对，一个认定自己是累赘的人，怎么敢让别人留下来呢？他给他那3000两，不是觉得他只值钱，而是觉得钱比自己更有用一点。唉，这另一个也没好到哪儿去。银子拿到手了，还嘴上硬说自己只爱钱。爱银子，不是你俩谈恋爱，你们是不是不让说人话呀？你们的大当家回来喽，可是你们要的什么金山银山压寨夫君都没有空。大当家，侯府金山呢？银山呢？压寨相公呢？没有金山，没有银山，只有几包点心和一肚子气。啊！侯府这么穷啊？侯府不穷，是我被赶得太快。谁赶你？你那夫君没来，他来什么？萧承言那人没意思，天天冷着脸，向别人欠他800两。你说他没意思，怎么一口一个我夫君？我什么时候说我夫君了？刚刚。快说说，那世子长什么样？身材如何？要印那回你到底看见多少？柳妍妍，你一个姑娘家问这些不害臊？你一个姑娘家都看了，我问问怎么了？也没看多少，脸是挺好看的，鼻梁高，眼睛冷，腰坐着都挺直，胸膛嘛。还算结实。哟，不是去搞钱，是把心落侯府了吧？我只爱银子，你再胡说，我把你吊寨门上！大当家恼羞成怒了！我才不是想的，我就是心疼没领完的月银。程言，吃一点吧。不饿。那软榻不许动！
老夫人又派人来催世子爷，二房那边还散布消息，说您连一个山寨女子都留不住。随他们说。还有，青云寨近日又缺粮了。备车，世子要去哪里？沈清瑜弃书未完，侯府要追责，自然要把人带回来。只是追责？你有意见？属下不敢，属下这就备车。拿沙子当米卖给灾民，你们这买卖做的缺德冒烟。大当家饶命！饶命可以，赔粮、赔钱，再赔我精神损失。世子大驾光临，是来抓山匪，还是来买米？沈清妃，弃书未了，你跑什么？压寨相公追上门了！闭嘴！看来你在山寨过得很自在。当然，山寨饭香，人也不扣钱。那你欠侯府的契约呢？你不会来要违约金吧？上车谈。哼，谈就谈，先说好，要钱没有，要命也贵。说吧，违约金多少？太贵我可不认。不是违约金，侯府旧妻未清，我另立新妻，聘你回去继续照顾。聘我？多少？比母亲给你的月银高1倍。高薪可以，但我有条件，饭补、夜间守护费、药浴误伤费都得另算。还有被骂野丫头的精神损失费。对，还有这个，侯府骂人挺多，得按次数计。贪得无厌。你这种难伺候的夫君就该收高价，吃饭要哄，喝药要盯，睡觉还想钻暗室，便宜了我都觉得对不起祖师爷。谁是你夫君？你自己写的冲喜新娘，白纸黑字，赖不掉。大当家，线上不得随意扣月银。对，这条必须加。你动不动扣钱，伤我元气。可沈清妃不得擅自离开，你这是绑人。你前科在先。那我也加一条，萧承彦不得无故赶人。还怕被赶？我怕月银断。签！合作愉快，夫君金主。回府。急什么？我得带特产。既然是高薪回去，总得有点排面。我先说好，我不是舍不得你，我是舍不得高薪。没人问你。侯府饭也就那样，床也就那样，你也就长得好看点。只是好看点。还挺值钱。夫君，舍不得我刷呀？我怕你撞坏包袱。嘴硬不扣钱，可挺费人。清妃，你先去歇着，我同程颜说几句话。老夫人既已不喜他，你如今让他回来，只会让他夹在侯府争斗中受委屈。是我请他回来，一切后果由我承担。程颜，夫人，我不怕委屈，我只怕不发月银。你偷听？我这是贴身照顾，耳朵也贴身。你呀，世子妃，寿安堂传话，老夫人要见世子妃。见我做什么？老夫人问世子妃凭什么再入侯府？夫君，凭高薪算不算？凭我。走。换轻便衣裙。大哥，今日是贵女小宴，穿的体面些也是为嫂嫂好。这衣服体面是体面，就是想要我的命，连贵女衣裳都穿不住，嫂嫂还真是特别好，特别贵，特别碍事。既然嫂嫂回侯府，总要让大家见识见识才艺，不如先写一幅字。行，给你们看看山寨书法。这墨影好生威风，那像活的。不过是蛮力，力气也是本事，要不你也蛮一点。那嫂嫂弹琴吧。不会，不会也无妨，随意驳2声便是。琴不会弹，果能弹，也算才艺。你这是胡闹！确实胡闹，但不难看。程烨，听说你终于肯娶妻了，还娶了个能把侯府屋顶掀了的。你谁？来抢人的？沈清妃，抢人，有趣。
我是谢凌风，你夫君昔日好友。好友就好友，站远点。你是不是也想当贴身好友？我与程燕当年同踏底族，共饮一壶酒，情分确实不浅。夫君，你清白到底还剩多少？谢凌风，闭嘴！哟，还会脸红？程燕，你这夫人厉害。厉害也不归你，他也不归是。你这话不对，我归月银。笑什么笑？在笑时候看热闹去。程燕，你对他不同，他比别人吵闹很多。若真在意，就别总冷着脸把人推远。他看着没心没肺，未必真不疼。世子妃，听说你要狱救人也很有章法。谢凌风，你是不是想被我扔出去？程健，你夫人好凶。她是我的夫人，不许欺负她。这是苏婉仪，从前与你议过亲，她懂规矩，也懂要领。程燕哥哥，许久不见。听闻你旧伤反复，我一直挂念。你从前最不惜药苦，如今可还吃得惯？吃得惯，有蜜饯。这位便是沈姑娘吧？沈夫人，不小心成的。我只是担心程燕哥哥，毕竟他从前喜清淡，不喜吵闹。你这么懂他，怎么3个月都没来把人从暗堂拖出来？我身份不变。巧了，我身份也不变，我只是摔进屋里，不小心成了他夫人。你还挺不小心。你闭嘴，旧账不许翻。既然我来了，不如亲自替程燕哥哥煎药。不劳苏姑娘，我夫君的药苦不苦，只有我知道。沈姑娘懂药理吗？不懂，但我懂她喝完会不会骂人。骂得轻要更好，骂得重要太苦。煎药这种苦差事，我拿钱干惯了。苏姑娘若想帮忙，可以去厨房看看蜜饯够不够。红血药不可过猛，温补才最稳妥。我只知道药太苦，就得加蜜饯。药不是糖水，不能胡来。能喝下去才叫药，喝不下去叫折磨。你们贵女说话温和，药倒是一点不温和。不对，哪里不对？味儿不一样，比昨日冲。药方调整，味道自然会变。好药不能浪费，苏姑娘这么懂。不如你先尝一口，这是给程渊哥哥的药，我怎能喝？此药红血之力过重，世子旧伤未稳，若服下恐会腿痛发作。许是丫鬟一时失误，我并不知情。失误倒挺会挑地方，专挑我夫君腿疼。程燕哥哥，我只是想照顾你。不必。以后我的药只让他碰。这是我的工作，高薪活当然得我干。高兴。大当家，这侯府也太阔了，珠子都像能刮下金粉。小声点，别丢我脸。啊，这就是瘸腿世子，长得也太值钱了。大当家，这压寨相公确实值钱。这是侯府世子，乱说，扣你们晚饭。原来你一直把我当压寨相公。误会，夫君，全是误会。以前想扛我回山寨，以前是想，现在侯府出价高，我暂时寄养。寄？你看，吃得好，住得好，还有人晒太阳，这不比山寨猪圈，不是比山寨贵坊强？世子，我们山寨女婿有3条规矩：会疼媳妇儿，会给银子，不能乱扣钱。你占几条？谁是山寨女婿？这3条说得好。尤其第3条，大当家饭量大，脾气急，打人疼，你能受吗？我已经受了很多。夫君，说话要凭良心，我现在很温柔。石灯也这么觉得。世子，大当家嘴上爱钱，其实回寨后天天念你，吃蜜饯念你，喝药汤念你，连骂人都念你。他念的是月银，那他可没抱着月银坐寨门口看侯府方向。住手！侯府花园不是镰刀厂。嬷嬷放心，我们没砍花，只砍风。
立刻把你这些人送走！老夫人，他们没偷没抢，还帮侯府干活，比二房那群只会吃闲饭的人强多了。山寨人就是山寨人，粗鄙没规矩，还敢拿自己同侯府人比。萧小姐嫌我们粗鄙，来，我教你山寨敬酒礼，喝完就是朋友。谁要同你们喝？别客气，规矩都是学来的。夫君，你也觉得吵？吵。嫌吵我就让他们少练一会儿，别扣我钱。去安排几间宽敞客房，给山寨姑娘们，不然给花猪。夫君，你是不是嫌他们吵，想把他们放远点？你的人别睡坏侯府地板。来了来了，前任系女配登场。这按套路，女主要误会，男主要沉默，两个人至少冷战3集。不劳苏姑娘，我夫君的药苦不苦，只有我知道。对不起，我忘了。这沈大当家从不内耗他自己，都是有处当场吃，有人当场护。哎，他不是怕苏婉仪漂亮，也不是怕自己出身低，他真正害怕的是萧晨燕人生里曾经有一块地方，他未曾参与过。她是我的夫人，不许欺负她。这次他替他站稳了位置，可是在侯府光站稳位置是不够的，外面那些人还等着看这个瘸腿世子和这个山匪夫人能闹出什么样的笑话。春猎请帖，京中勋贵都去，老夫人也说成夜该露面。下一关出府见人。至于沈大当家愿不愿意去，别谈体面，先谈彩头。住手！侯府花园不是练刀场。嬷嬷放心，我们没砍花，只砍风。春猎请帖，京中勋贵都去，老夫人也说成夜该露面了。不去。春猎有彩头吗？第一名一匹好马，100两金。去。谁许你替我答应？100两金许的，夫君，富贵险中求，彩头面前不低头。我双腿不便，去了也是被人看笑话。谁说坐轮椅就不能赢？你有眼力，有脑子，有准头，我可以当你的腿。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知道。明日你负责赢，我负责推，谁敢笑你，我负责揍。世子，这还是轮椅吗？京城第一辆战车，程燕，你有福了。幼稚。夫君，你试试这机关，左边射箭，右边刹车，中间这根别乱碰，碰了会弹烟灰。为什么有烟灰？打不过是迷眼，好跑。妙！你是去春猎还是去打劫？都差不多，都是拿彩头。明日谁敢笑你，我就让谁知道什么叫坐着也能赢。大哥，残腿也来凑春猎热闹，是打算让兔子自己撞到轮椅上吗？若真撞上，也算世子今日有收获。兔子撞不撞不知道，有些人嘴欠，倒是很适合撞树。我和我夫君组队参赛。你疯了？他坐轮椅怎么练？坐轮椅怎么了？脑子好使，坐着也能赢。你站着还不一定有用呢。他竟真信我能赢。左前方30步，风从东来，猎物往西走。得令，夫君坐稳，我这双腿今日见你用。来得好，箭力上坡。右上踩吧。射！哇！夫君真厉害！松手，人多。赢了就得庆祝，谁管人多不多？他笑成这样，倒比彩头更晃眼。
沈姑娘，可否借一步说话？我想与你好好谈谈程燕哥哥。谈他可以，别谈钱。程燕哥哥从前最重规矩，也最重门第，你与他真就不是一路人。你要说他好看我认，说他贵我也认，说门第我听着发困。我只是怕你一时新鲜，日后伤了他。他从前不是这样的。那你慢慢爬，我去吃席，空着肚子听人扰玩亏。救命！沈姑娘推我！沈清伟，已经1度姐，推苏姐姐下水，快救人啊！这戏唱的真实，他这是算准我懒得解释，可人要真淹死了，我夫君又得被人戳脊梁。你做什么？吐水，不然留着在肚里养鱼。你分明是故意羞辱他。我要羞辱他，刚才就让他多泡会儿。冷不冷？我山寨大当家，湖水算什么？我冬日还下河抓过鱼。闭嘴！大哥，是他推苏姐姐下水。我信他。他竟然没问一句就信我。我信他。程燕哥哥，我只是太害怕了，许是看错。你眼神挺会挑人，看错都往我身上看。算了，他都信我了，我再吵，倒显得我欺负人。衣裳太贵，湿坏了别扣我月金。不扣。今日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煮姜汤。我不喝，辣得像吞火。你不是山寨大当家，湖水不怕，姜汤怕。江湖险恶，姜汤更恶。含着。夫君今日很会做人。属下也觉得你很闲。属下不闲，属下马上消失。你今日为什么信我？你若真想害人，不会选这么费劲的法子。合着我在你心里只是害人不费劲？你打人向来直接。倒也没错。寨里出事了。不是寨里，是你。老寨主留下的信说你不是他亲生，是20年前被人遗落在山道上的女婴。这玉佩是当年跟着你一起的。就这样，我有山寨兄弟就够了，亲生父母又不能当饭吃。大当家，别哭丧脸，我能吃能睡，缺爹娘也没耽误长个儿。裴庄，请谢凌风来查这玉佩。你想查我？查玉佩。你是不是嫌我山寨出身丢人，想给我找个体面门第，好让侯府脸上好看？你难道不想知道当年为何被丢弃？不想。真不想？不想。亲爹亲娘若有用，我当年就不会在山道上等人捡。谁爱查谁查，别拿我换赏钱就行。不想知道，知道了又能怎样？当年不要我，现在认回来，我就能不疼了吗？沈清妃，我睡了。不管查出什么，你都是沈清妃。青云寨大当家也好，侯府世子妃也好，不会因一块玉佩变成别人。谁稀罕你安慰？是我多嘴。可我还是想知道，当年他们为什么不要我？谢凌风拿的那块旧玉佩，确属我们国公府，像，太像了。你的眉眼像极我年轻时。夫人，认亲之前带见面礼了吗？有，都给你，娘欠你的太多了。这就是亲娘，怎么一哭，我这银子都抱得不踏实了。山寨女摇身一变成国公府小姐，还真会攀高枝。我攀高枝靠的是屋顶技术，你要学我也教，摔下来别哭。孩子，跟我们回国公府吧，认祖归宗，补上这些年的亏欠。我气数未满，不能随便走。你去留由你自己定。他竟不拦我，可他不拦，我怎么反倒有点慌？那我先去看看，不过我有条件。你说什么都依你。他陪我去。我认亲这种大事，我一个人容易吃亏。你嘴多，适合镇场子。这话倒也有理。好，好，都依你。那便去。小姐坐要端，行要稳，笑不露齿。那我吃肉也不露齿吗？用膳也要文雅。那日后在京中行走，总不能被人笑话。他已经受了许多苦，何必一回来就逼他？小姐这样哪里像国公府嫡女？我本来就不想，我像山寨大当家，
这衣服像绳子，这规矩像笼子。早知道认亲这么累，见面礼该多要2倍。沈家若认回的是沈清妃，就不该先把她变成别人。京中贵女很多，沈清妃只有一个。夫君这话挺值钱，不收钱。那更值钱了。国公府屋顶也归你管，我看看结不结实，万一哪天又摔进谁家婚房呢？你还想摔？我不适合这里，走路要小，笑要小，连吃肉都要小。我在山寨一嗓子能喊半座山，在这说句话都怕震碎茶盏。那就回你适合的地方。哪里适合我？你想在哪儿就在哪儿。我好像越来越舍不得他了。大当家，不好了，有官兵上山，说咱们4具山匪要清剿青云寨。备马，我会战。清妃，你刚认祖归宗，此事再与山匪牵扯，会坏了名声。青云寨养我长大，名声能给我饭吃，还是能替我挡刀？明不是不让你救人，是怕你被人抓住把柄。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可青云寨要是没了，我还剩什么根？北征，北城，是你堂堂侯府世子，也要掺和山寨事？沈清妃的事，就是我的事。夫君，这话很贵，回头我不给你折现。少平，走。原来是二房在背后点我，断我后路，还真舍得费心思。大当家，打不打？他爱财，是因为翟泽人需要靠他吃饭；他能打，是因为有些道理得站着讲，才会有人听。不能硬打，今日你一动手，青云寨山匪罪名就坐实了。那就看着他们拆寨。他们要的是罪名，我们就给他们证据，证明青云寨不是匪。可他们未必听。百姓听，官兵若当着百姓的面强压，就是他们理亏。我最会打架，可这次他说的对，打赢一时，山寨就真的洗不净了。翻账本，叫周边村民来，谁被咱们救过，谁收过咱们粮，一件件说清楚。明白。官府办案，闲杂人等退开！大人，青云寨不是匪，千年雪灾是他们送粮救了我们全村。我家孩子病重，是沈大当家抢，不是这位黑商要才救的命。抢黑商也是抢，话别说太满。你还挺实诚。实诚不值钱。自丑归丑，账不假。这字也叫账？你嫌丑可以重抄，但先把眼睛睁开看数。青云寨劫的不是百姓，是哄抬粮价、逼良为匪的黑商，真正勾结黑商之人才该惩。这些黑商往来银票与定安侯府2房名下铺子有关，诸位大人若要清剿，不如先查幕后之人。此事暂缓，待回城查明再议。闭嘴！夫君，民心所向，别害羞。你也跟着闹。今日你帮青云寨洗清1半元，从今天起算半个青云寨的人。这是寨里最好的酒，喝一口认门。只是半个。寨主说了算，半个就半个。你拿红衣干什么？补办山寨婚礼啊！姑爷都认门了，侯府拜堂不算，山寨规矩还没走，谁说要办？侯府都拜过了。大当家嫁人，兄弟们没喝上喜酒，这不合规矩。不必。他在这里，比在侯府自在。原来红衣也能穿得这样鲜活。这群人疯了！夫君，你别当真。你不冤？愿不愿另算，得看有没有礼金。有，回府给你补。那可以当真一点。对爷，对爷，新郎亲新娘，亲一个，亲一个，亲什么亲？山寨规矩什么时候有这条？刚添的。姑爷会啊！世子清白罢了，守不住了。整理红布也要收钱。记账。夫君，你听见没？你有机会站起来。不必再谈。为什么？剧名叫《瘸腿世子站起来了》，这演到44集，你还不肯让别人给你吃？这平台要是催节奏，我都得先替你挨。那日萧承言在战场重伤，一众旧部为护他脱身，尽数战死沙场。自那以后，他心底始终郁结，总认定自己不配重新振作，再也回不到从前那般模样。
我差点也把它当成一项剧情指标。腿能不能站是艺术，敢不敢往前走，是他怎么面对死去的人。我不能因为爽点去催他，我也不能因为女主的一顿嘴炮而治好他的创伤。你站起来不是背叛他们，是带着他们的命往前走。他没说我完全懂你，因为他确实不懂战场。他只是把自己曾经失去过山寨兄弟的经历告诉他，藤可以留下，但人不能永远陪着藤一起死。你就不能安静点？能，但你一安静就往死里憋，我不喜欢。这才是他看着最没有耐心，却偏偏愿意在真正的伤口面前停下来。慢慢来吧，这一段不催课。不是全无知觉，经脉淤阻，心结又重，腿还有机会。有机会站起来，治得好能站，治不好继续做。话别听一半，能站就行。夫君，你听见没？你有机会站起来。不必再谈。为什么？腿能好不是好事吗？我的腿，我自己清楚。他不是不想好，他是怕好。可人怎么会怕站起来？那日萧承言在战场重伤，一众旧部为护他脱身，尽数战死沙场。自那以后，他心底始终郁结，总认定自己不配重新振作，再也回不到从前那般模样。看见没？老三断过手指，老五差点没了半条命，他们还在练。他们和我不同。哪里不同？你觉得自己活着对不起死去的人？活着的人不是替死人羞愧，是替死人看更多太阳。你站起来不是背叛他们，是带着他们的命往前走。你懂什么？我是不懂战场，可我懂山寨。有人为我死过，我也恨过自己。后来老寨主骂醒我，他说死人最亏，活人再不吃饭就更亏。沈清妃，行，不想治也行，我不逼你。药方我先收着，钱先进你账上，哪天你想通了，连本带利还我。你真会记着？那当然，人情也是账，只是贵一点。我说过不必。我知道你不必，我要赚药钱。你又打什么主意？康复训练，赢银子游戏，抬腿一下你欠我1两，握拳10次抵1顿饭钱，脚趾动一下额外加赏。你这是治病还是抢钱？都差不多，都是从你身上挣。疼就说，别硬撑，你骂我也行，反正我脸皮厚。你倒有自知之明。骂得不错，气息稳了，继续。够了！行，歇会儿，疼就疼，又不是输了。你若想骂，骂我，骂完再动一次，骂一句抵1文钱。你就不能安静点？能，但你一安静就往死里憋，我不喜欢。他不是不想站，是每动一下都像从旧战场里拔一次刀，不能憋气了。再来一次。好嘞，夫君大气，今日账目开张。动了，我也能动了。沈清妃，回来！程燕哥哥，老夫人担心你的腿，山寨粗野，医药也简陋，你身份贵重，还是该回侯府由正经医师照料。山寨粗野，苏姑娘，你脚底踩的地救过你程燕哥哥的腿，嘴上积点德。我再聊青云寨。沈姑娘不懂医，若误了你的腿，那便是大罪。程燕哥哥，你不能拿自己一辈子赌气。我不怕他骂我粗野，可我真怕自己不懂，害萧程燕错过机会。这是京中名医开的方子，稳妥些。若沈姑娘真为他好，便该听专业医师的。味不对，药材不同，味道自然不同。婆婆，你闻，这里头有一味药与我方子相冲，真喝下去，腿不疼死也得费半月。我不知情，许是名医配方不同。你知道？那你刚才一口一个大罪，倒说得很顺。苏婉一，若再拿我的腿算计沈清妃，从今以后你不许进世子院。程燕哥哥，你竟为了他这样疑我？是你让我疑。他信我，也护我，可我更不能让他的腿出事。苏婉一这笔账，我记下了。既如此，明日回府。谁敢动姑爷，先问过我们。收敛点，这是侯府，不是街道。文明压标。你可整整点，敢胡说，不打你，我就让柳妍妍礼貌的看着你。世子腿部确有恢复可能，只是需长期针灸训练，切不可再整日困于暗室。真的有希望？有，但需耐心。
御医诊得道巧，莫不是被谁收买了？二伯父若不信，也摊3个月试试。放肆！沈清妃，他先放屁的。闻明贤，他说话有味儿。若程颜真能站起来，你可以暂留侯府。暂留有月银吗？你就不能先谢恩？谢恩是礼，月银是命，礼可缓，命要紧。宫宴是程晏重新露面的机会，可清妃，你也要一同去。我不去，宫里规矩多，万一我把谁家灯打下来要赔钱。你还知道怕？宫宴吃食精致，若表现得好，皇后娘娘或许有赏。夫人，我觉得宫里规矩也不是不能学，为了赏赐，也为了萧程晏的脸，不能让那些人说他娶了个只会打人的山寨女。手腕太低些，步子收半寸。这宫里比打10个黑商还难。别乱动。属下什么都没看见，清白的事与属下无关。父亲，你耳朵红了。灯热，月亮也挺热。继续练。明日带这个，不贵，摔了不心疼。真不贵？不贵。他说不贵，我怎么觉得比金簪还贵？这东西不能摔，摔了我会心疼。那我先保管，摔不摔另说，丢了肯定不行。随你。嫂嫂从前在山寨，想必有许多趣事，不如说给大家听听。趣事不多，救灾比较多。山下黑商把粮里掺沙，我们就拦路查粮。说的也太直白了。雪灾时村里断粮，我们就把抢回来的米分下去。你们山寨还救灾？救，百姓饿肚子，讲再多规矩也没用。人先吃饱，才有力气讲理。那你可会什么才艺？会打灯花。有趣，赏。多谢娘娘赏赐，没砸灯，没丢脸，还赚手。沈姑娘今日值了。沈姑娘武艺确实厉害，只是女子必究也该懂些女德。她救人护民，便是德。萧程晏娶的这个妻子倒是有趣。今日怕不怕？怕给你丢脸。没有，很好。姑娘武艺确实厉害，只是女子必究也该懂些女德。又来了。当一个女人不够温顺，就总有人问她配不配。可当她救灾护粮、养活一宅子人的时候，你们这些自称端庄的人，怎么不问自己配不配坐着吃饭呢？百姓饿肚子，讲再多规矩也没用。人先吃饱，才有力气讲理。这句别改。他的价值观从第一到这里都是一样的。规矩不能压过人命，体面不能当饭吃。他救人护民，便是德。漂亮。他没有说他虽然粗野，但心地善良，那是站在侯府的角度替他求情。他说他所做的事本身就是德，他把那把评判他的尺子换了。这前半段是他把他从暗室里拖出来，而在这里是他把他从别人的偏见堂堂正正的接住了。他护他的命，而他护住了他，不要变成别人。这宫宴上能让人闭嘴，是因为萧承彦坐在他身边，而出了这宫门，那些人可不会那么容易认输的。哼，这些人当面说不过就背后造谣，这下一关不是有人逼他走，
而是所有人劝他先躲一躲。可是按照沈清斐这脾气，这时候让他走，让他认输有什么区别？听说没？定安侯府那世子妃是山匪出身，还有人说世子印都落他手里了，侯府迟早败在他手里。听说没？定安侯府那世子妃是山匪出身，还有人说世子印都落他手里了，侯府迟早败在他手里。清妃，外头说的难听，你先回国公府暂避风头。我不走，我一走不就像坐实了流言？爹是怕你被骂，骂几句又不掉肉，要是骂人能换钱，我早付了。我出面澄清。你是不是怕我连累你？我怕的是你明明难过，还装没事。我收钱办事，骂几句不算工伤，真要算得另加精神损失费。他说中了，我不怕被骂山匪，可我怕他也被我拖下水。清妃，程业既愿意护你，你也别什么都自己扛。我扛习惯了。贝铁，世子要请何人？京中该听见的人都请来。3日后，侯府赏梅宴。你真要公开承认我身份？你本就是。我可是山寨出身，不好听。我听着很好。这么多人盯着我，像一群等着分肉的狼。今日这戏不是赏梅，是赏我笑话吧？世子，侯府百年门第，世子夫人身份总该清楚。一个山寨女子，怎配站在你身边？他救不好，护后让我重新进食见光，开口说话。若论资格，满京城无人比他更配站在我身边。他说我配，当着这么多人说，小程燕，你今日怎么比赏月还吓人？世子说的好听，可他并非明媒正娶，如何赌悠悠众口？婚书已拟，待我腿疾稳定，定安侯府会补3书6礼，明媒正娶沈清妃为妻。夫君，补婚礼有礼金吗？都归你。那这礼必须补，礼不可废。方才不是想掀桌？我这叫能屈能伸，桌子晚点下，礼金先收。他不会就这么算了。温柔的人要是动狠，怕是比山路石头还绊脚。今日先歇会儿，明日再来。不必。别碰我！疼成这样还逞强，君子也不能拿腿当石头用。什么恢复？不过是闹剧，瘸了就是瘸了。山寨女再会折腾，也折腾不出一双好腿。你想躲可以，我陪着。反正这屋四面透风，我不怕闷。走。不走。你一躲，我月银容易断。沈清妃，我给你讲个事儿。老五以前练刀摔断腿，疼得抱着树骂了3天，后来还是站起来了。结果站起来第一件事是把那棵树砍了，说树挡他前程。无聊。还有老三练轻功掉进猪圈，3个月不敢见人。后来他轻功最好，因为他说人生最丢脸的地方已经去过了，剩下都不怕。我不能硬闯，他不是门锁坏了，是心锁住了，得慢慢磨。说我一辈子站不起来，你会不会后悔？那就继续坐着，我推得起。你又想胡闹什么？扶着他练战，你倒了我拉住你，我拉不住就陪你一起摔。这叫办法？山寨办法，粗是粗了点，但管用。你不怕被我砸死？
我命硬。再说你这么贵，砸一下也值。萧承言，看着我，别看腿，看我。我知道你可以。我其实怕得要死，可我不能让他看出来。他若往下坠，我得比他先稳。承言，站起来了！夫君，你站起来了！只站了一下，不值得这样。值得，特别值。你这一下得加上。赏你一个愿望。那你以后别总说自己废了。这愿望不贵，夫君给得起吧？给得起。今日药味不对，你喝完就冷，有人动手。你不懂药理，我懂人心坏。世子妃，你又胡闹！若查错，我赔钱；若查对，谁赔我夫君的命？我不懂药名，可下毒的人会慌，手会抖，眼会躲，药粉会藏不干净。世子妃饶命！是有人给了我银子，让我加一点寒药。一个药童胡言乱语，也能攀咬二房？定是下人自作主张，与我们无关。此事先在府内查清，莫要外扬。我夫君的命不是二房脸面的垫脚石，今日能加寒药，明日是不是能直接送毒酒？放肆！我放肆也比你们害命干净。证据送官。是。沈清妃，你究竟图什么？银子、身份还是程燕？最开始图银子，后来图他好好活着，活得像个人，会吃饭，会发脾气，会晒太阳，最好还能站起来骂我。你倒直白，我也想说的漂亮点，可我书读的少，漂亮话不值钱。侯府大局复杂，二房、族中、朝堂都不是你一个山寨女子能乱闯的地方。我不懂侯府大局，我只知道谁害萧承言，我就打谁。若将来承言重新站起，不再需要你护着，你还会回山寨吗？青云寨是我家，萧承言也是我的人，若能两边都要，最好。贪心，老夫人，人活一世，若连想要的都不敢想，那也太亏了。拿着，若二房再动手，可凭此调侯府护卫。这东西沉，像值钱，可它能调护卫，比银子还硬。老夫人，这令牌能折成银子吗？滚出去！好嘞，老夫人息怒，怒伤肝，肝不好，要钱贵。令牌我收下，人我也会护好。这药比肉还贵，萧承言这双腿若能站起来，少说也得值一座金山。清妃，我终于见到你了。欠的钱带了吗？我们之间难道只剩银子？还有力气。这是当年婚约，我从未忘情，只是身不由己。你如今不过是冲喜新娘，萧承言未必真心待你，不如跟我重新开始。我已是探花，能给你体面。你说完了吗？你看我像需要回头吃馊饭的人吗？你怎能如此粗鄙？饭馊了不能吃，人坏了不能要。陆探花，欠债还装深情，书都读到算盘上了。婚约？夫君，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手疼不疼？有一点。萧承彦，你不过一个瘸子，凭什么同我争？至少他选的是我。你逞什么强？腿不要了，我又没打不过他。我知道，可有些话我得自己说。听见没？旧约作废，欠债还钱。再拦我，我让石狮给你作伴。
你如今不过是冲喜新娘，萧承言未必真心待你，不如跟我重新开始。我已是探花，能给你体面。欠钱不还，嫌贫爱富，你回来第一句不是道歉，是劝人回头。哼，陆探花，你这张旧婚约擦桌子都嫌是硌手的。你说完了吗？你看我像需要回头吃馊饭的人吗？干得漂亮！对付这种人不用讲感情，只讲见广利剑。沈大汤家的前任线主打一个账目清晰呀。至少他选的是我。这半步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陆之恒强，是他第一次当着外人的面说出他选的是我。哎，这话说的挺漂亮，可这口陈年老处女怎还能咽下去？腿疼还是方才站那儿半步伤着了？没有。回府以后不吃不喝不说话，这沈清肥要是再看不出他已经吃醋了，他就只能把他当成腿疼来吃了。腿疼还是方才站那儿半步伤着了？没有。那喝水？不喝。是甜的？不吃。不吃不喝不骂人，这比腿疼还严重。难道陆之恒那晦气东西把他气坏了？当年你是真想嫁陆之恒？夫君，你吃醋啦？没有。没有你问这个，你这脸冷的都能震冰窖了。不想说便罢了。说啊，那时我觉得书生好养，不吃肉也能活，适合山寨穷日子。好养？对。可后来发现，书生不吃肉也不代表不费钱，尤其欠钱不还的更难养。所以你后悔？后悔，后悔当年没写清力气，亏大了。夫君吃醋啦！夫君吃醋啦！再胡说，扣月薪。现在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现在我觉得你比较好养，虽然贵男伺候，脾气差，喝药要红，腿疼还逞强，但我喜欢。完了，随便脑子快，这话能不能收回？不行，得补救，快补救！我是说，我喜欢你的月言。完了，我听见了。听见也不许加价。不加价。那就好。记账。那才要钱，问名要钱，纳吉还要钱，成亲这么费钱，不能折现吗？这是给你名分，怎么能折现？名分我有，银子更实在。该有的都要。你也这么想？我还以为你嫌麻烦。第一次被你砸进洞房，太仓促，这次补上。他还记得屋顶那事儿，我以为只有我记得。补上，这话听着怎么比礼金还值钱？不可以，礼金归我。都归你。拜堂时不可敲锣，不可喊号，不可拎酒坛进正堂。不敲锣，怎么显得大当家威风？清妃，试试这个，娘亲自挑的。往哪儿逃？我去看看礼金箱结不结实。回来。夫君，你比新娘还上心。我是新郎。新郎只要等着拜堂就行。我的新娘若跑了，我拜谁？谁跑了？领金没到手前，我稳得很。那礼金多备些。夫君，这凤冠比山寨石墨还沉。我扶着你。你扶我，还是我扶你？互扶。且慢！沈清妃山寨出身，名声不洁，岂配入萧家族谱？她不能嫁。沈清妃曾答应嫁我，旧约未解，
怎可另嫁他人？陆之恒，谈旧约之前，先把欠青云债的银子连本带利还清。欠债还敢抢亲，陆探花，你胆子不小，脸也不小。陆之恒受二房指使扰乱婚礼，证据在此，银票往来、密信笔记，皆可查验。今日谁再生事，家法处置。这一脚踹你欠钱不还。今日我嫁衣太贵，先不奏第二脚。沈清斐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婚礼继续。一拜天地。开场3秒必须抓人，男主要惨要帅要难搞，要强要疯要有梗。男主要惨要帅要难搞，这是男主还是售后期已故的名贵家电呀？萧晨念双乳残疾，女封闭，拒绝见人。是不吃饭、不出门、不见人，还要拿暗器伤人，这样的男人要是放在我们现代，先去找大夫，再去看心理医生，不能只靠对象霍霍呀。女主不能天天围着男人转，她得有自己的山寨。她爱财，是因为宅子的人需要靠她吃饭；她能打，是因为有些道理得站着讲，才会有人听。男主，你把门关得这么死，这女主整正门肯定没戏。那你就别走门了，沈清斐，你从上面进。你敢碰我？一回生，二回熟，世子忍忍。第一次成亲是他不趁别人在意，婆婆需要一个能让他振作出的心。且慢！沈清斐山寨出身，名声不洁，岂配入萧家族谱？她不能嫁。沈清斐曾答应嫁我，旧约未起，怎可另嫁他人？这一次不一样，他知道他是谁，知道他从哪来，知道他会犯多少错，让他所有人选择了他。用血白首同行，今生今世不分离。这场婚礼真正不算是是选择，他第一次是被当作即将的留下，而这一次他是被当作事情。奇了怪，拜堂也拜了，架也打了，怎么一到正经洞房，我反倒像偷鸡被抓？这堂主人打人，在人在天地，一概没分。你看那房龙夜花，晚到好不好？好吗？这下新郎来了，你是看谁人打，还是看谁死？
奇了怪了，拜堂也拜了，架也打了，怎么一到正经洞房，我反倒像偷鸡被抓？世子，属下终于把您送进来了。从今往后，属下大概不用夜夜守您的清白了。出去。属下这就退。祝世子与夫人百年好合，清白不是圆满顺累。你看这么久，是我脸上沾了米粒，还是凤冠歪了？很好看。这句夸奖能折银子吗？不能。那也不是很实惠。又扣月银，今日成亲不能这么不吉利吧？不是雇佣期。若我想回山寨呢？我陪你回。侯府不管。青云寨是你的家，侯府也是，你不必为了一个家丢掉另一个家。这契书写得好，值钱。可若你反悔怎么办？任凭夫人处置。那我就把你扛回山寨，当压寨相公。求之不得。大当家别怂，亲一个。祖宗们，世子清白已经很危险了。别管他们。那契书我收了，反悔的是小人。我不反悔。慢点儿，一步一步来。你现在每走一步都很贵，摔了我赔不起。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钱？都担心。你不值钱吗？萧承业！世子旧伤反复，比之前重。此前强行站立训练太极，刺激过度，若再调养不当，腿疾恐会恶化。是我急了，我只想着他能站起来，却忘了这不是扛米袋，不能一口气扛上山。怎么不吃？省钱。你从不在吃上省钱。是不是我逼你太急了？这是我自己选的路。可我天天催你，天天拿赏钱逗你，你若真坏了腿，我这钱拿着像偷命。我想站起来，不是因为你催我，是因为我想走到你身边。腿伤能治，心病难医。他不是只疼在腿上，是困在旧战场里。心病怎么治？先知道他心里那道伤在哪儿。你去查当年的事了。我只是想知道什么困住你。那不是你该碰的事。你是我夫君，怎么不是我的事？沈清妃，别查了。好，你不想说，我可以不问。可我不能看着你继续把自己折磨死。这些都是当年随程燕出征却没能回来的旧部家眷。他们恨他吗？你自己听。世子还好吗？不太好。当年若不是世子拼死带回他们的遗骨，我们连个坟都没有。我们不怨他，我们怨粮草迟迟不到，怨援军不来，怨那些把活人往死路上推的人。这是我夫君临死前留下的血书。萧承言，你背了这么久的罪，原来连死去的人都不怪你，怪你的人是你自己。谁让你去见他们的？我想知道真相。真相？你知不知道这封东西会让我想起什么？粮草不到，援军不来，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在我面前，他们喊我将军，可我救不了他们。所以你就把自己关起来，让那些害他们的人继续好好活着。你非要揭开伤口吗？伤口烂着，只会一直疼。我不会说都过去了，没过去就是没过去。死去的人不会回来，疼也不会凭空消失。但以后你查真相，我陪着。你走不动，我推着；你想站，我扶着。你要是想骂人，也可以先骂我，我脸皮厚。我真的很怕。怕也没事，你还活着，就能把真相讨回来。慢点儿，一步一步来。说的倒是真是亲情，好像爱一个人
竟有资格命不去。我不会说都过去了，没过去就是没过去。他不替死人原谅他，也不替他宣布放下。他把真相找回来，被他赶出去。前面他用蛮力把他推出了暗室，可到了这里，他终于知道了，有些门是不能踹的，而是你一直守在门外，告诉他，你什么时候开，我都在。线索指向二房伯父，当年军粮调拨与二房私下经营的粮商有关。此事若闹大，侯府百年声誉都会受损。声誉能当饭吃，还是能让死去的将士活回来？清妃，我知道我说话不好听，可他们害的不是一张脸面，是命。我来查。你查你的，我办我的。你又要做什么？夫君，兵法有云，不可说。你少拿兵法当借口。大当家真端啊！端坏人的仓不算抢，算替天收账。你们是什么人？敢闯私仓？路见不平的人。战场上有人本粮救命，他们却拿每股砂石换银子，这不是做买卖，是拿人命磨粉。大当家，找到了。他勾结山匪抢劫商户，分明是栽赃二房。当年军中缺粮3000吨，二房粮商同月多出3000吨每股。老夫人，当年他们哄抬粮价，逼得村里卖儿卖女，小人不敢撒谎。原来你们害的不只是程燕。封二房、书房、库房所有往来账目一本不许少。二公子去哪儿啊？后门风大，小心闪了腰。都别过来！谁敢过来，我就杀了他！明珠在他手里。萧成玉，拿妹妹挡刀，你也算男人？闭嘴！若不是你，二房不会败。若不是你们害人，谁也败不了你们。大哥哥救我！萧成玉，你父亲把你推到前面，让你做坏事，分出事，他只想保自己，你还看不明白，所以你替他害人，替他背罪。我没有选择。人怕有选择，人穷有选择，人坏了才说没选择。你不是觉得我永远压你一头吗？现在看着我。你逞什么强？我让你站了吗？腿是铁打的，还是账房剥下来的？能这么乱用？这次不是为了证明自己，那是为了什么？为了帮你救人。下次再敢这样，我就把你绑轮椅上。夫人舍得？舍不得也罢。程燕，是祖母错了。这些年我太看重侯府体面，你困在暗室里，我只当你伤心病重，却不知我越护着体面，越把你推得更深。祖母，我要的不是道歉。那你要什么？真相公开，救不清白。侯府不会再压旧案，该递的证据递上去，该受审的人交出去。老夫人，这东西一看就很贵，不会让我赔吧？过来。从今日起，你暂管侯府内院账目。我？你既是程燕明媒正娶的妻，便是萧家媳妇儿。掌家、库房、账册，这是天上掉馅饼，还是掉石磨？这侯府往后就靠你了。老夫人，这对牌能不能换成月银？侯府库房也归你看着。老夫人放心，谁敢乱动库房1文钱，我让他知道什么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吞钱先挨打。收敛些。我已经收敛了，没当场进库房。传陛下口谕，召定安侯世子萧承言即刻入宫。二房刚倒，宫里就来人，看来这旧案背后还有更大的锅。世子妃，宫中不得陪刀。差点忘了。
这回真没了。你到底带了多少？出门在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物不可少。这是皇宫，皇宫也有坏人，穿得贵而已。萧承言，当年边关军粮救案，你可有证据？臣有。这里是当年边关军粮救案的证据，包括血书和公证。我夫君坐着也像将军，那些说他废的人，眼睛才废。世子旧伤多年，心性难免偏激，此案牵涉甚广，若只凭世子一人之言，恐怕不足取信。这位大人说话真有意思，他若偏激，早把二房全打了，还轮得到你们在这说风凉话？你是何人？我是青云。臣妻。萧青这位夫人倒是直爽。陛下，臣妇粗鄙，但有句话是真的：若有人让将士饿着肚子上战场，害死的不是几个人，是边关的心。此案重查，萧承业协查查办，凡涉军粮救案人，无论官职高低，一律严审。臣领旨。你刚才为什么抢他？怕你把皇宫当山寨。山寨也讲规矩，谁抢饭先挨揍。御书房不能这么讲。那我下次会委婉点。我想站着敬他们一杯。我就在旁边。不能浮躁了，他要的是自己站着。诸位兄弟，丞相来迟了。当年冤屈已清，害你们的人必会受审，你们的家眷，侯府与朝廷也会照看。稳住，吃一个，苦酒伤心，甜的补补。我从前不敢站，是怕对不起他们。他们若看见你现在娶了这么厉害的夫人，肯定觉得赚了。你倒是不谦虚。谦虚不能当饭吃。再说，我说的是实话。是实话。你今日站得不错，还不够，还想如何？继续练，不为侯府，不为世子意，只为有一天能真正站在你身边。他以前想站起来是为了证明自己没废，现在他说是为了站在我身边。那你多吃点，想站我身边不攒力气可不成？世子、夫人，青云寨来信，是不是又缺钱？让他们先交账。不是缺钱，是柳姑娘办了个寨主招亲大会。招亲？青云寨大当家德才兼备，拳脚双绝，献设擂台，以武会友，以文择贤，胜者得寨主一日陪练。胡闹，绝对胡闹！一日陪练就是挨打，不是陪别的。去看看。你真去啊？夫人招亲，我这个夫君总该到场。大当家行情不错。那当然。前坐轮，现在树杖上擂台。这一学实际不敢说，这处确实。我青云寨大当家，貌美如花，拳能碎石，杖能算钱，十分抢手。他明明知道他在意，还拿出来闹，不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是他终于有了安全感，因为他相信，他不会因为一句玩笑话离开他，所以才敢把最怕失去的东西拿出来闹。他想回山寨，我陪他回；他想留侯府，我陪他留；他想打人，我递棍；他想讲理，我作证。完了，这答案比金子还会砸人，我好像被砸中了。这一场表面上真的是谁能起寨主，实际上回答的是他愿不愿意信任他原来的身份。侯府世子，山寨首领，却不是一针见会，而是告诉所有人，他不用脱掉他大当家的身份。萧承业，你刚告白就想丢下我，果然男人的嘴比山下黑商还不靠谱。
他不是怕爱你，是他想你。因为你的每一个家是来之不易，是他爱你的人，这就是他的力量。我想先去边关，你留在京中，侯府和国公府都会照看。你说什么？男主啊，你的下一道题不是这样，你让他知道，你爱不等于把他身上带走。大当家，你躲姑爷躲3回了，再躲下去，山门都要被你坐塌。谁躲了？我这是登高望远，思虑山寨前程。你以前思虑前程，只会问明日吃肉还是吃馒头。我不是怕他，我是怕自己真陷进去。侯府、国公府、青云寨，哪边都拽着我。可萧承彦一开口，我就更不知道心该往哪儿放了。你怎么来了？夜里风大，腿疼不疼？裴昭你怎么也不劝着点儿？夫人，世子要来，属下劝不动。退下。夫君，深更半夜来寨门口，是查岗还是讨债？等你。我又不会跑。你会躲。我从前不信谁会留下，也不敢要谁留下。暗室里没有风也没有光，药是冷的，人也是冷的。可你来了以后，暗室变成能晒太阳的屋子，冷药旁边总有蜜饯，侯府也有了吵闹声。夫君，这算不算加班听闲话？若算，得另给银子。不算。那算什么？告白。告白，有银子吗？有，聘礼、月银、库房，都给你。那我收了。收了就不能退。山寨规矩，进了我手的东西，天王老子也别想拿回去。边关苦寒，你的腿才刚好些，怎能再去那种地方？以军师身份协助整顿军粮，听着不必冲锋陷阵，可边关从不是太平处。正因军粮旧案重查，边关才更需有你去。边关听起来不错，地广人稀，适合劫富济贫。清妃，我是说适合整顿军粮，利国利民。说的轻巧，边关风雪刀枪都是真的，他这腿还没站稳就要回旧战场，我能笑出来，心却像被人拧住了。睡不着？睡着了。睡着还能回话？我天赋异禀。我想先去边关，你留在京中，侯府和国公府都会照看你。你说什么？边关苦寒，路途遥远，你不必跟着我受苦。萧承彦，你刚告白就想丢下我，果然男人的嘴比山下黑山还不靠谱。我不是丢下你，那是什么？替我安排好日子，再自己去逞英雄。你这是做什么？收拾包袱。去哪里？边关。你会很辛苦。我从小到大哪天不辛苦？再说，我是青云寨大当家，最会管粮。边关缺军粮，缺账房，缺能打的人，哪一样我不合适？我怕拖累你。你想站到我身边，我也想站到你身边。你查军粮，我查粮仓；你腿疼，我背你。你要是敢一个人走，我就追到边关，把你连人带轮椅扛回。好。好什么？我明日向陛下请旨，携妻同往边关。那先吃点，边关苦寒，京城烧鸡不能浪费。这就是世子夫人，看着不像京中贵女。听说是山寨出身，还要查收粮物。看热闹可以，背后说人要收钱。世子远道而来，军中帐侧已备。先查粮仓。边关风大，凉州有些沙土，也是难免。难免？你这难免的很有章法，上头干净，下头掺沙，连骗人都分层。夫人误会了，误会留着跟将士的肚子解释。军粮是给将士吃的，不是给你们磨牙的。谁往饭里掺沙，我让他先把这一袋吃完。3月入粮420担，5月补粮300担，账上足封哨70担。查封粮仓，押小吏审问。今日起，所有军粮重新过称。
原来真有人查。范蠡若不参杀，叫他夫人也不是不行。疼就说，忍着又不长怨言。还好。你这张嘴，死鸭子听了都要拜师。后悔跟来吗？后悔，早知道边关肉这么少，就该多带2只鸡。风雪这么大，他还能笑，就不算白来。你放心，粮我会管好，腿我也会管好。谁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贪粮，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民以食为天，贪我粮者上天。夫人威武。流寇熟悉山路，贸然追击，容易中伏。世子夫人毕竟不是军中人，此事不宜让他插手。夫人，你要去哪儿？散步。带刀散步？边关风大，刀压衣角。让他去。世子，他什么时候老实过？你倒是很懂我。所以我已命人在北坡接应。夫君，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乱跑。少平，活着回来。放心，流寇还欠我1车粮呢。抢粮的捆起来，抢人的先救人，谁敢乱杀，回去罚抄军规。夫人还会罚抄？我不会抄，但萧承认会。你是什么人？你姑奶奶！二房倒了，尾巴还在。好啊，正愁边关太冷，没人给我练手。他真把人救回来了，还带回粮车。胆子不小。你不是早不好接应了吗？是我没有呢。那我打完回来找你算账。夫人有勇有谋，末将先前失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下回再看不起人，先交罚银。二房虽倒，余党未清。正好，边关无聊，来点人给我练手。一个会谋，一个能战，世子和夫人倒真是天生。停！夫人，巡营路线早已定好，岂能说停就停？路不对。夫人不懂军令，莫要扰乱行程。改道。世子，军令如山，你要违令。急成这样，血泊下面埋的怕不是血，是你们的狗胆。他们想制造雪崩意外。白天那贪将急得像丢了祖坟，8成有鬼。我已让他以为计划仍能继续。将计就计。今夜他们动手，我坐镇营中封路，你带人从侧岭包抄。夫君，你现在越来越像我了。像你什么？坑起人来很有山寨风范。小心，别逞强，活着回来。我一定回来，你也不许乱战。你若趁我不在逞强，我回来就把你拐杖没收。夫人管得真严。夫人，世子，您的腿。东侧挖开，绳索下放，西坡截住雨雪，不许再塌。你腿有没有事？沈清妃，你吓死我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夫君，你刚才站得挺稳。下次别让我用这种法子站稳。今日不许硬撑，疼了就停。你昨日也这么说。他以前最爱说站起来，现在
反而不催了，是因为他终于明白，陪伴不只是伸手扶，也包括忍住不扶。不能扶，一路上我推过他，背过他，扶过他，可这一步他得自己走。对，这一步他得自己走。你做什么？裴衰，雪凉。标题到今天才真正的写完，不是他把瘸腿世子治好了，而是他把他拉进阳光里，而他终于愿意一步一步的走向了他。慢一点没关系，只要每一步都是他自己选择的，比任何奇迹都值钱。今日不许硬撑，疼了就停。你昨日也这么说，前日也说了。良药苦口，忠言顺耳，你多听几遍不亏。忠言多是逆耳。我说顺耳就是顺耳。不能扶，一路上我推过他，背过他，扶过他，可这一步他得自己走。你做什么？裴衰，雪凉，你知道凉还衰？我从前学轻功，摔得比你惨。后来老寨主说，摔倒不可怕，怕的是摔倒以后没人笑你，也没人拉你。今日我笑你，也拉你。别过来！这次换我走向你。你走得太慢了，以后会快些。这画面太值钱了，回京得让侯府补赏。以后我的每一步都算你的赏。说好了，一步一赏，赖账的是小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沈清北是千军下凡。程颜，母亲，母亲，我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姑爷也回来了。侯府门前不可喧哗，今日大喜，不喧哗不吉利。你夫妻二人此次表现极好，审视清匪，护粮平乱，救民有功，特赐义用夫人名号，另赏黄金100两，锦缎10匹。谢恩，臣妇谢陛下。朕瞧你最在意的不是名号，陛下英明，名号虽好，黄金更实在。哈哈哈，好，朕就再添一箱赏银。皇宫也不是不能来，只要赏的够多，规矩我还能再学一套。清妃，若无你，程颜不会有今日。老夫人，您别这样，我就是拿钱办事。现在不止拿钱，那还拿什么？拿我的心。回屋再收拾你。夫人舍不得，我舍得扣你蜜饯。清妃，程烨如今还需调养，你留在侯府最妥当。他好不容易认祖归宗，也该多回国公府住住。哎呀，这别人结局都是烦恼没有地方去，他是家太多，不知道回哪儿，听着很幸福，但
每选一边，都像是在辜负另一边。打架都没这么难。侯府有夫君，国公府有爹娘，青云寨有兄弟，怎么家多了比仇人多了还难办？这一刻，比他说多少情话都重要。他没有替他选择侯府，也没有大方的允许他偶尔回山寨。他认真的研究了他的责任，帮他守住了来处，还帮那群跟着他的人有了正经的营生。我有一法，青云寨地处要道，若只做山寨，终究名不正。记住一个人随口说过的愿望，然后把它变成可以落地的章程。萧承业，你不是满分男主，是合格合伙人。领粮排队，护送商旅先交路线。对，江湖根保住了，但金银权不能丢。他想要的，从来都不是被谁安置，而是自己继续当家。清妃，程烨如今还需调养，你留在侯府最妥当。他好不容易认祖归宗，也该多回国公府住住。大当家，寨里兄弟还等你拿主意呢。掌家账册也该学。停，打架都没这么难。侯府有夫君，国公府有爹娘，青云寨有兄弟，怎么家多了比仇人多了？我有一法，青云寨地处要道，若只做山寨，终究名不正。可若改成青云义庄，由侯府与国公府共同资助，收留灾民，护送商旅，平价运营，既能让寨中兄弟有正经生活，也能保留清妃的江湖根。青云义庄听起来比山寨威风。国公府愿出资，侯府也出。你若真能管好，也算一桩功德。你什么时候想的？从你说青云寨是你的家那日起。谢谢。夫妻之间不必言谢。那折成银子吧。领粮排队，护送商旅先交路线。义庄不是白吃饭的地方。大当家，现在该叫庄主了，听着像卖酒的。夫君，这样真好。不过义庄赚的钱怎么分？账本归你。母亲，今日难得，就随他们吧。哼，成何体统？大当家，今日下注的人不少。赌什么？赌世子今日能不能牵你走上高台？你连这都赌？我压能。他倒敢压，我也想压能。可他腿还不能久站，我又怕他疼。过来。累不累？要不要坐回轮椅？不累。别逞强。今日想站在你身边。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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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是这衣服值钱，我当初也不会穿。幸好它值钱。也幸好你长得好看，只是好看，还给钱大方。夫君，你说我当初从屋顶摔下来，是不是命中注定？是。这么肯定？若非命中注定，哪有人能把我的婚房砸出一个洞，还砸进我心里？萧承言，你现在说话越来越不值钱。只说给你听，不收钱。油嘴滑舌，
扣迷剑。那我扣你乌定宫钱。福气之前，看剑赏甘庆。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倒是稀奇。贪财，能打，嘴贫，讲义气，始终没有为了爱情丢掉自己。他成了世子妃，也还是大当家。他有了侯府和国公府，也没有把青云寨骗成需要洗掉的过去。好的结局不是女主终于嫁得体面，而是所有人终于承认，她原本的样子就值得被爱。这边那块挖大侠点石了。夫人，武丁危险，您快下来！主播放心，我从前在山上比这高的树都爬过。他站起来以后也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而他爱上他以后也没有变乖。一个会笑，会走，会扣月影；一个能护人，能赚钱，照样敢掀屋顶。这才叫结局，不是把人物改好，而是终于能让他们好好的做自己。最初图钱，后来图他好好活着。再后来，钱、人两个家，他全都要。男主为什么能站起来？不就是如果爱着他？他能站起来，不是因为爱情包治百病，而是有人尊重他的伤，陪他查清真相，最后他自己愿意往前走。而女主爱上他，不是因为他从瘸头变成了能走，而是在他最难的时候里，他已经把他算进了自己人生的账了。一个把人从暗室里拖出来，一个学会走到他身边，挺好。你昨日从库房支了300两，不是乱花。买了什么？修晴韵一装粮藏，给载明甜棉椅，还买了2车鸡。前2项我明白，鸡呢？一装任夺，命以事为天。账上写的是夫人心情所需。夫君，账本不可尽信，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这账本是你写的，所以更不能尽信。再乱花库银，扣你月银。扣不了，我赚的更多。你看，一装护送上部的银子，粮藏硬玉，陛下赏银利息，全在这儿。当初是谁高兴把我留下的？如今后悔也晚了。不后悔。赚得好，夫人辛苦。那商业没有。小气！他现在会走会笑会关账，还会气我，这样也好，比从前冷冰冰的金主值钱多了。这边那块挖大侠点石了。夫人，武丁危险，您快下来！小波放心，我从前在山上比这高的树都爬过。这不是树，这是侯府正房。沈清妃，夫君，他搞啊？还想不想把我扛回山寨当压寨项目？不用扛了，为何？反正你已经是我的人。下来，你接得住吗？试试。天地间只盼一阵月光，只求一点寻常。吹疼不疼？不疼。
真不疼。姐夫人，不疼。油嘴滑舌，扣你剑。那我扣你无定弓箭。夫妻之间，看剑赏感情。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倒是稀奇。去把热茶和点心端来。恁俩搁这秀恩爱嘞？